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中文慢速播客，我是小陈。无论你现在是在开车、做饭、散步，还是在准备中文考试，我们都很高兴你能戴上耳机，和我们一起聊聊天，练练听力。大家好，我是小雨，欢迎刚刚加入我们节目的新朋友，也特别感谢一直以来给我们点赞留言的老朋友。我们这个节目的目的就是帮大家把课本上学不到的，真正活在日常生活里的中文，用最自然、最接地气的方式拆开来讲。小陈，我看你今天一上来就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的，遇到什么解不开的难题了？唉，别提了，小雨，我今天早上经历了人生中最尴尬的5分钟。早上我坐地铁去办事，早高峰车厢里人挤人，特别拥挤。车子一个刹车，我不小心踩到了旁边一位大哥的运动鞋上。我当时心想，我一定要展现出最好的礼貌和修养。于是我马上立正，深深鞠了一个90度的躬，特别大声、特别真诚地对他说：“先生，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向您道歉。”结果你猜怎么着？那位大哥不但没有笑，反而整个人像被电击了一样愣在那里，眼神特别惊恐，甚至往后退了一小步。整节车厢里的人全都转过头来看我，我当时脸刷的一下全红了，恨不得立刻找个地缝钻进去。小雨，我就想不通了，我这么诚恳的认错道歉，难道也有错吗？哈哈，小陈，你做的事情在道德上一点错都没有，但你确实把那位大哥给吓坏了。我敢打赌，那位大哥当时心里想的肯定不是这个年轻人真懂礼貌，而是在想，天哪，发生了什么？他为什么向我鞠躬？难道他把我新买的名牌球鞋踩报废了？还是我的脚趾头骨折了？很多刚开始用中文跟人打交道的朋友都会遇到跟你一模一样的困惑。在很多语言里，可能一个简简单单的词就能应付所有道歉的场合，但在中文里，对不起这3个字的分量，有时候重得让人根本接不住。今天这整整一期节目，我们就来把中国人在生活里最常挂在嘴边，也是大家最容易搞混的2个词，不好意思和对不起彻彻底底讲透。太需要了。小雨，你先帮我分析一下，为什么我那句发自内心的对不起，反而会给别人带来那么大的心理压力？因为在现代中文的语境里，对不起这3个字的情绪太重了，它不是一个轻飘飘的社交口头禅，而是一个非常正式的、沉重的道歉信号。当你很严肃地说出对不起的时候，通常包含着2层含义。第一，你犯了一个比较严重的错误，造成了无法轻易挽回的后果或者实质性的损失。第二，这件事情深深伤害了对方的感情、信任或者利益，你是在承担非常巨大的责任。难怪。那小雨，你能给大家举几个在真实生活和职场中真正必须也只能用对不起的典型场景吗？当然可以，比如第一种情况，职场中的重大失误，你在公司负责一个非常核心的商业项目，因为你的粗心，把给客户的最终报价单写错了，或者把合同给弄丢了，导致公司损失了一笔几百万的大业务。这时候你去老板的办公室，你绝对不能嬉皮笑脸地说，不好意思啊，老板，你必须站直身体，态度极其诚恳地说，老板，这次是我的严重疏忽，给公司造成了损失，非常对不起，我愿意承担责任。确实，在这种严肃的时候，如果只说不好意思，老板肯定觉得你根本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甚至会觉得你态度轻浮。那第二种情况呢？第二种情况是情感与人际关系中的背叛或重大伤害，比如你答应了最好的朋友
今天去火车站接他，结果你睡过头了，让他在寒风里等了3个小时。或者你答应了另一半今天去民政局领证结婚，结果你把日子给记错了。这种伤害到了彼此信任和感情的事情，你必须看着对方的眼睛，诚心实意地说，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我真的知道错了。听你这么一拆解，我彻底明白了。踩别人一脚，只是公共交通上一瞬间的一个小失误，对方的脚根本没断，鞋子也没脏，结果我搬出了处理重大事故的姿态，难怪全车厢的人都以为出大事了。那在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上，中国人真正通用的表达是什么？那就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讲解的超级词汇，不好意思。如果说中文社交世界里有一张畅通无阻的万能通行证，那绝对不是对不起，而是不好意思。中国人从早到晚都在说这个词，但它的含义极其丰富，80%以上的情况其实都跟犯错或者认错没有任何关系。对，这一点我平时观察中国朋友的时候也注意到了。很多人无论打电话、发信息还是找人说话，第一句话永远是不好意思。小雨，你能不能帮大家好好梳理一下，在日常生活里，这个不好意思到底能在哪些具体的场景下大显身手？没问题，我们把它细分成最常用的5个生活场景，大家只要掌握了这5种情况，你的中文听起来就会瞬间地道10倍。首先，第一种场景是引起注意、礼貌打扰。比如你走进一家热闹的餐馆，服务员正背对着你擦桌子或者给隔壁倒水，在中文里你不能远远的大喊喂服务员，或者哎你过来，那样会显得很没有礼貌。这时候最优雅的做法就是轻轻抬起手，微笑地说一句不好意思服务员，能给我一份菜单吗？或者吃完饭准备结账时说不好意思，麻烦买单。这里的不好意思完全不是道歉，它就像是进门前的咚咚咚3下敲门声，意思是打扰一下，请看我这里。这个比喻太妙了，就像去陌生的大街上问路，直接问地铁站怎么走，就很生硬。但如果在前面加一句不好意思，请问去地铁站怎么走？对方听了立刻就会停下脚步，热心的给你指路。那第二种场景呢？第二种场景是公共场所中的借光让路，比如你在高峰期的电梯里，你在最里面，电梯门开了，你要出去，但前面站了3、4个人，把门口堵得严严实实。这时候你千万不要用手去硬推别人，也不用生硬地说请让开，你只要一边迈步往前走，一边微微点头，连着说不好意思，借过一下，不好意思，借过。大家一听到这句话，身体就会非常自然默契地往两边侧身，给你让出一条通道来。我深有体会，以前我坐公交车下车总是不好意思开口，全靠身体硬往外挤，搞得大家都很烦躁。后来我学会了这一招，一路念着不好意思借过，走到哪里大家都微笑着让路，简直太顺畅了。那第三种场景是什么？第三种场景是日常社交里的小失误和小过错，比如你跟朋友约好下午3点在咖啡厅见面，路上稍微堵车，你3点03分到了，迟到了3分钟。或者你在图书馆看书，不小心把笔掉在地上发出了声音。再或者走在路上，2个人的手臂不小心轻轻擦碰了一下。在这些场合里，事情非常小，根本谈不上责任或者过错，你只需要看着对方，带一个轻松抱歉的微笑，说一句哎呀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或者不好意思碰到了。只要这一句话，空气里的尴尬立刻就烟消云散了。明白。那如果像我早上踩到别人的脚，
其实只要低头笑一下，说一句哎呀，不好意思踩到您了，那位大哥肯定就会回一句没事没事，气氛就特别融洽，对吧？完全正确，那样才符合正常的生活节奏。接下来我们说第4种场景，也是最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一种，那就是表达害羞、难为情和客气。比如你的中国朋友特别热情，带你去了一家非常高档的餐厅，点了一大桌子昂贵的海鲜请你吃。这时候如果你只说谢谢，可能显得有点距离感。但如果你带着一点不好意思的表情说，哎呀，今天让你这么破费，我真是太不好意思了，对方听了就会觉得你特别懂事，特别体贴。或者别人在众人面前一个劲儿的夸奖你，你的中文发音简直比播音员还标准，你也可以笑着挠挠头说，哪里哪里，您夸的我都不好意思了。这里的不好意思其实是一种谦虚低调的美德表达。天哪，原来不好意思还可以用来表达接受别人好意时的感激和害羞。那第5种场景呢？第5种场景是委婉而礼貌地拒绝别人，比如同事周末想找你一起加班，或者朋友叫你晚上去喝酒，但你今天实在太累了，只想回家躺着。如果你直接说我不去，我不想去，听起来会非常冷冰冰，很伤感情。但如果你说哎呀，真不好意思，我今天身体有点不舒服，改天我一定请你。你看，先用一句不好意思垫在最前面，把拒绝的语气磨软，对方心里就会觉得很舒服，知道你不是针对他，而是真的有客观原因。这一招太高明了，不好意思，简直就是人际交往里的万能海绵，不管多么生硬尴尬的话题，只要用它包一层，听起来就变得柔软温和了。那小雨，我们学会了什么时候该说不好意思，什么时候该说对不起。但如果反过来，走在路上或者在办公室里，别人主动对我们说了这2个词，我们到底该怎么接话才不会显得像是在念考试课本呢？这个问题问得太关键了。很多学中文的朋友在初级阶段，老师都会教一句话，没关系。但是大家在真实生活里会发现，如果任何时候你都字正腔圆的来一句没关系，有时候会显得特别机械，甚至有点距离感。我们同样可以根据别人说话的分量，给出3种最地道的高情商回应方式。快教教大家，第1种针对小事的不好意思，我们怎么回答最自然？第1种情况，面对日常琐事的小抱歉，比如别人借你的笔用了一下，走路碰了你一下，或者迟到了2分钟，对你说不好意思，你完全不需要正襟危坐地说没关系，你最好的回应是带着轻松的微笑，随口说没事儿，或者连续说2遍没事没事，不用客气。特别是在北方口音里，带上一点点自然的儿化音，说没事儿，会让对方立刻感受到你的随和与包容，瞬间拉近2个人的距离。对，没事儿听起来比没关系亲切太多了。那第2种情况呢？如果别人是因为觉得麻烦了我们，或者我们帮了对方一个小忙，对方感到不好意思的时候呢？比如下雨天，你顺路开车送同事回家，或者你下楼买奶茶，顺便给朋友带了一杯，对方接过奶茶说，哎呀，太不好意思了，又麻烦你了。这时候如果你说没关系，就等于承认了你确实麻烦我了，但我原谅你。这时候最高情商的回答应该是彻底消除对方的内疚感。你可以笑着对他说，嗨，客气啥呀？或者说，顺手的事儿千万别客气，快尝尝好不好喝。用客气啥或者顺手的事儿，立刻就能把人情变成朋友之间非常温馨的小互动。这个细节太深刻了，没关系是在做判断，
而客气啥是在传递情感。那第三种情况呢？如果对方真的犯了比较严肃的过失，非常正式的对我们说了对不起，而且事情已经处理完毕，或者我们已经原谅他了，我们该怎么说？这时候，如果对方情绪很紧张、很自责，你可以真诚地看着对方，拍拍他的肩膀说：“别放在心上，事情已经解决了。”或者说：“过去就过去了，不碍事，大家一起把后面的事情做好就行。”用别放在心上和不碍事展现出的是你的大度和格局，能让犯错的人心里感到巨大的释怀和感激。太精彩了！今天这期节目真的是把日常生活里的语言心理学给讲透了。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聊了这么久。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一起来做一个非常清晰好记的要点大汇总，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在心里默念一遍。第一，遇到服务员点餐，借光让路、问路搭话、微小过失、表达谦虚或者委婉拒绝时，张口就来一句不好意思。第二，遇到造成实质性重大损失、伤害感情信任、需要承担重大责任的时刻，发自内心的说一句对不起。第三，面对别人日常的小抱歉和小客气，不要只会冷冰冰地说没关系，多用没事儿、客气啥和别放在心上，让你的中文充满人情味和温度。学会了这几招，相信大家无论是在中国的街头巷尾旅行，在餐厅品尝美食，还是在职场和生活中交朋友，都会成为一个让人感觉特别舒服、特别受欢迎的人。今天听完我们分享的这些尴尬经历和实用技巧，你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有没有因为用错词而发生过什么让你哭笑不得的趣事？或者在你的母语里，有没有哪句话同样有这么丰富的潜台词？一定要在评论区写下来告诉我们。没错，大家的每一条评论和提问，我们都会在下一期录音前认真阅读。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干货满满、轻松有趣的播客，请一定记得点击订阅、点赞，并且随手转发给你身边同样在努力攻克中文的朋友们。大家的每一次支持都是我们持续创作的最大动力。感谢大家今天的倾听与陪伴，祝大家中文学习每天都有新进步。我们下一期节目准时再见，拜拜。拜拜。